夜间，孤岛天然和16个女孩站在沙滩上，看向1海里外坠毁的飞机。就在不久前，导弹在空中爆炸，击碎了飞机侧翼。坠机后，只有他们16个人来到这片沙滩上，其中2个是双胞胎学生，还有一个衣着名贵的大小姐，一个性感的红发大波浪，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外国女孩。剩下几个人看不清，因为天太黑了。我们怎么办？一个身材很棒的女大学生怯生生地询问。等救援呗。红发大波浪戴月安打开手机屏幕，调低亮度，悠闲地补妆。其他女孩全部向刚才发话的戴月安靠拢过去。这也在天然的预料之中，女性是感性动物，总能第一时间抱团，然后狠狠内斗。她的目光落在那名漂亮的外国女孩身上，即便周遭很黑，她也能看到对方死死盯着她。我建议先生火找淡水。天然善意提醒道，他打算合作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如果有救援更好，就算没救援，人多力量大，也能增加生存几率。哼，你不会是想要骗取我们的信任，然后占我们便宜吧？别想了，你这种臭屌丝我可看不上。补完妆的戴月安嘲讽道，言语极其刻薄，让天然不禁蹙眉。其他女孩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沉默就是一种选择。占便宜时默默拿好处，见情况不对就拉偏架，情况完全不利就切割。天然瞬间就看穿了那16人小团体的心思，而那个金发少女始终站在原地。她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，怎么就走了眼？想要拉拢他们，到时候怎么被害死的都不知道。戴月安身边的闺蜜马上接话道，就是我可太清楚你这种吊癌在想什么了，我们都是独立女性，不需要男人帮忙。 GHG 没有危险的时候，男人就是最大的危险，姐妹们会互帮互助。戴月安的另一个闺蜜也选择了站队。天然耸耸肩，继续观察潮汐流向，只见海面上的铁片和托运箱被冲向了北边，同时在脑海中做环境分析，他们这艘飞机飞行的区域是温带，但偏向寒带，这座岛屿即便不会像东北一样冷，至少也是4季分明，而现在已经是深秋，北极冷气团早已南下，必须先找到水源。人虽然3-5天不喝水才会死，可1到3天就会严重失去行动能力，到时候这些女人会管自己吗？开玩笑，她只会变成餐桌上的一块肉。然后是火，她身上就有一个打火机，还有半包泡水的香烟。在确保水、火、食物充足的前提下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搭建临时居所，然后做一个地下房屋。喂，那个男人。天然回头看去，说话的人是那个漂亮千金，手腕上的百达翡丽腕表和胸前的珠宝项链，天然8辈子都买不起。千金大小姐刘淼淼叫住他，我给你10万块，你游到飞机上收集物资。自己没长手，10万块就让我冒着失温的风险去找物资？我疯了！天然的语气变得很冲，他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别人对他怎么样，他就对别人如何，更不是什么龟男舔狗，是一位真正的平权主义者，无论男女都往死里打，也可以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，专门把女人往死里打。刘淼淼感受到天然的攻击性后，本能的后退半步。戴着椭圆形眼镜的丰腴女老师上前一步道，你总得证明自己的价值吧，不愿意收集物资就去搭建一个简易房子，我看天要下雨了，搭完你就去帮我们守夜。天然的血压蹭蹭往上飙，被气成了大小眼，指着自己的鼻子问，哇达西看起来像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给你们搭房子，然后还要我当看门狗，我凭什么伺候你们这群废物？那你就滚吧，我们不欢迎你。女老师南景平出言恐吓，并转身寻找支持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程13。南景平走到剩下没说是的女孩面前，弯下腰带着威胁的意味询问，是不是？是。程3。他转身离开，边走边脱下衣服拧干，冻得全身发抖。女人们瞬间就慌了神，好几个漂亮女人在内心吐槽，事情不应该这样呀，你应该像条舔狗一样过来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，然后一夜不睡给我们搭好漂亮房子，生火做饭，当好一条狗都不如的奴隶，我们才会给你一个笑脸。你看到笑脸，马上高兴的像狗一样乱叫。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刘淼淼转头对身旁的女孩道，我们乘坐救生筏游到飞机上收集物资吧。其他女人全当没听到，有人就地坐下吹冷风。性感大波浪戴月安嘲讽道，千金大小姐真会使唤人呀，想去自己去呗，救生筏就在那边。天然走了100米就撑不住了，该死的机长连同一群龟男在飞机落水后说什么女士小孩优先，他们坐上了救生筏，天然在水漫机舱后才游上岸，至于机长和那群龟男现在都在陪龙王下棋。天然走到藤蔓丛下收集枯枝和落叶，收集时还看到了野山羊的蹄印，他没有感到欣喜，内心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这里有野山羊，却没把植被全部啃光，就说明这里有大型掠食者在控制野山羊的数量。他也管不了其他，先掏出没有打火机点燃枯叶，升起火堆，橘黄的光照亮他的笑脸，在漆黑的午夜为他升起名为生的希望。末日求生者系统加载完毕，宿主升起第一堆火，这是末世中一个好的开始。奖励力量+1，一大瓶矿泉水，1生存点。求生者商店加载完成，宿主可在末世中搜集物品，击杀猎物可获得相应点数购买商品。天然激动地打开商店，里面从食物到避难所应有尽有，甚至还有武器和载具，但都贵得离谱，动辄100万千万生存点，短期内根本买不起。他从系统商店内取出矿泉水，仰头喝了1/3，还剩下2升左右，活过来了。天然起身去捡来更多枯枝落叶，确保火堆能烧一晚。夜更深了，冷风呼啸，火光摇曳。
女人们三三两两挤在一起，羡慕地看向火堆旁的天然。南景平站起身道：“我们不羡慕她，女人也能撑起整片天，大家一起生活。”他故意调高嗓门，向天然展现女性力量。可惜他们全部低着头一动不动，还有人小声抱怨：“凭什么你在这指挥？”声音很小，但在这只剩微弱风声的沙滩却异常刺耳。天然绷不住笑了起来，在火堆北边堆起一条沙墙，挡住凛冽的北风。南景屏气的双手握拳，浑身发抖道：“不生火的人不能烤火。”还是没人鸟他。又一阵沉默后，南景平指着两个双胞胎女生道：“你们两个去捡落叶和枯枝，我来生火，等会就我们3个人烤，冻死他们。”双胞胎姐姐李媛媛转头看了一眼妹妹李诗雅，姐妹二人都是鹅蛋脸、丹凤眼，生得极其美丽，身材也好得不像话，完全不像女高中生，更像两个超模，尤其是热裤下的2双大白腿，圆润修长，能玩1年。唯一的不同是姐姐的泪痣在左眼，妹妹的泪痣在右眼。李媛媛和李诗雅起身去捡枯枝落叶，她们太冷了，穿得少，上岸前还被海浪打湿了衣服。最关键的是，她们一直生活在象牙塔内，习惯性服从老师，不敢反抗权威。他们随手把枯枝落叶丢到南景平面前。谁有火？南景平回头看向他们问，依旧无人应答，全部低下头。李媛媛指向天然道：“老师，他有。我们不求那个臭男人，男人只会压迫剥削女性，我们自己生火。”南景平蹲在枯枝前，学着电视里钻木取火，拿粉笔和较暗的素白，双手搓了2下，就疼得不停乱甩，眼神怨毒地看向天然，随后转头道：“你们2个来。”“我们不会就学，这里没信号，手机没法用。”2个小姑娘委屈巴巴地撅着嘴，眼中啜着泪。3女同时抬起头看向天然，她正侧躺在火堆边，抱着一大瓶水，贱兮兮的看他们表演全女荒野求生。南景平回头看了一眼，所有女人都在看他笑话。他憋着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天然面前道：“借我们火种。”“滚！”天然一个字就刺穿了他高高在上的自尊心。身为一个重点私立高中的最漂亮女老师，追求过他的50多人全被拒绝了。平日里富甲一方有权有势的家长见到他都客客气气的陪笑，副局长都请他吃饭，让他多关照孩子。副局长都巴结我，你凭什么不惯着我？你真自私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自私可以让我活下来。我虽然长得像个男人，但我的性别可以在沃尔玛塑料袋和武装直升机间无缝切换。滚！天然转个身背对他，看了一眼被烤到冒白烟的衣服，他打算等衣服烤干再穿着睡。南景屏气的跺脚，转身回到他们的营地。这一晚，越来越多女人聚在一起，相互取暖。天然则一觉睡到早上，背对着他们一泡尿灭掉火堆，避免引发山火。他再次观察潮汐动向，继续向北走。千金大小姐刘淼淼快步跑到火堆边，左手捂住鼻子，用木棍扒开表面的湿木炭，看到火堆中心还有2块炭火在烧着，她急忙把枯叶放上去，埋下头连吹几口。被蒸发的尿味尚未散去，又骚又臭，气得她破口大骂。好在火升起来了，我们有火了！刘淼淼起身兴奋大喊，其他女孩急忙围过来取暖。昨晚受冻一夜，天亮还没太阳，已经有人快失温了。南景平来取暖时，刘淼淼抬手挡着她说道：“这是我的火，你想用就去捡枯枝。”南景平转头看向双胞胎姐妹，示意她们去捡。就你去！刘淼淼指着南景平怒喝道：“你再敢欺负这2个妹妹，我扇你脸！”李媛媛和李诗雅对视一眼，委屈巴巴地跑到刘淼淼身后。他们早就感觉到南景平在欺负他们，可他们不敢反抗。南景平怒视着3女，可寒冷让他无法拒绝，只能乖乖去捡柴。刘淼淼搂着双胞胎姐妹道：“以后我会保护你们，只有我能命令你们做事，明白吗？”他们点点头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刚出狼窝又遇猛虎。刘淼淼开始发号施令，用烤火作为威胁，命令所有人去找水。大长腿超模徐诗兰看着火堆。另一边走了800米后，天然停下脚步，看到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回水湾，水里飘着4个托运箱，全被垃圾挡在水中，无法上岸。这里的海洋垃圾也最多。发财了！他脱光衣服，先站在水边，把冷海水泼在身上，随后潜入水中，睁开眼睛，看到水下有大量鱼群。他把水中的4个托运箱拉上岸，逐一打开。没有水和食物，2个箱子装满了衣服，还有一个小医疗箱，里面有常见药品和酒精止血带。剩下的2个箱子里，一个装了30瓶未开封烈酒，还有大量泡沫塑料用于减震。他失望地打开最后一个箱子，里面躺着一套大马士革钢刀，虽是工艺品，却开了刃，刀身上的花纹无比精美。还有一个古旧的单筒望远镜，可以拉伸的那种，花纹同样精美。干哦，一点水和食物都没有。天然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把刀套绑在身上，5把钢刀很沉。可他得到了一点力量增幅后，并没有太多感觉。检测到宿主找到大量前文明奢侈品，可兑换生存点，天然只留下12双丝袜和烈酒，还有7把刀，其他衣服全部兑换成生存点，加上之前的1点，刚好凑齐100点。酒和丝袜都有大用，尤其是刀，没有他在荒岛求生，简直寸步难行。系统出售的工具又贼贵。1把开山刀就要300生存点，工兵铲更是1000点。他下定决心，日后狩猎时，除非是遇到对石头不过敏的动物，否则尽量不用刀狩猎。天然兑换了猎物探测器，可以探测半径800米内的所有可用植物和动物。先去找水。天然起身看向山谷，心中大喜，
有山就有山洞能暂时居住，有山就一定能找到水。倘若找到水源，就能等到前来饮水的动物。鳄鱼叔叔这么多年一直都遵守一个生存法则，你渴了总得来喝水吧。天然带着12个清洗干净的空可乐瓶子和一根20米长的藤条走到藤树丛边，抽出一把刀砍出一个豁口，后面是一大片草地，地上还有黑色的羊屎蛋子。忽的，他转身看到刘淼淼带着双胞胎姐妹花和南景平也钻了进来。你们干嘛？天然率先发问。刘淼淼双手环抱胸前，托起饱满的软肉道：你管我干嘛？这里是你家的。他猜到天然要去找水，就打定主意跟上，然后霸占水源，巩固自己在团体里的地位。天然也猜到了他的想法，转身回去，看到其他女人居然再分他捡回来的丝袜和烈酒。把东西给我放下，你们这群贼！天然指着他们跑了过去。性感大波浪戴玉安马上把手中的高浓度威士忌偷偷塞进手提包里。你说谁是贼？东西放在这，谁知道有人要？早知道是你的，我才不稀罕呢。就是，有人附和一句，把酒丢在沙滩上。大部分女人都把酒丢在地上，可手里却死死攥着丝袜，一双也不肯放下。你凭什么说没人要？天然走到戴玉安面前，看着那张精致又性感的脸蛋，恶狠狠地质问：你妈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我是不是也能捡回家透个爽？你！天然抓住他的手轻轻一拧，戴玉安跪在地上，哭着松开攥着丝袜的手。你什么你？人赃并获，想要就自己下水捞，没那个本事，活该你们渴死饿死。刘淼淼发现了盲点，蹙着眉问：你收集丝袜干嘛？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？你脑子里怎么全是黄色废料？天然转头白了他一眼道：丝袜不仅能过滤，还能制成捕鱼工具，如果能找到草药，受伤时还能当外敷工具。刘淼淼看到他用看笨蛋的眼神看自己，马上双手叉腰道：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考考你而已。天然走到人群中，逐一拿回自己的烈酒和丝袜。有人不撒手，他只需要抓住对方的手腕，稍微弄点力，就青一块紫一块，也学会松手了。拿回自己的东西后，天然发现少了7双丝袜和3瓶烈酒，也懒得去找，太浪费时间了，不如远离这群贼。你真自私！舞蹈演员赵冰莹怒视着天然，她长得很漂亮，气质活泼可爱，身段好的没话说，除了胸有点小之外，无可挑剔。虽然已经成为了知名舞蹈演员，并且拍摄了2部电影，可赵冰莹年纪不大，还在北电上大2。我再自私也没去当贼，资源就这么一点，我凭什么分给你们？当初是你们把我赶走，现在还有脸说我自私？天然指着一个飘来的托运箱道：你不自私，你下水捞上来分给他们呗。赵冰莹是个骄傲的人，年少成名让他心高气傲，家世显赫让娱乐圈没人敢欺负他，谁都要卖他父母一个面子。他回头看了一眼托运箱的位置，一头扎进冰冷的海水中，抽筋了，不断挣扎呛水。天然翻了一个白眼，彻底无语。野泳淹死很多是因为抽筋，尤其是夏天身体很热，一头扎进冷水里，抽筋几率很大。女人们顿时慌作一团，一边大喊救人，一边全都让天然下水救人。天然把藤条丢在地上道：万一他装作不会游泳，骗我下去，把我溺死怎么办？要救你们救，之前不是你们说的 GHG 吗？东西就在这，上啊！他们全都沉默了，看着赵冰莹越挣扎，喝的海水越多，最后飘在水面的时间还没淹在水里多。李圆圆想要去拿藤条救人，却被妹妹李诗雅拉住，看到她轻轻摇头。天然切了一声，把串在藤条上的瓶子抖下来，丢向赵冰莹。看到她抓住后，单手把她扯上来。赵冰莹跪趴在沙滩上，不停扣喉咙，把喝下去的海水吐出来。她还没来得及道谢，天然就已经重新串上瓶子去找水了。这一次，他带上了丝袜和烈酒。赵冰莹看着天然的背影，小声呢喃一句谢谢，随后转头怒视着自己的室友兼闺蜜许诗诗。明明是自己把她带进娱乐圈，给她资源，免费带她出来旅游，可自己快淹死了，她却站在干岸上无动于衷。沙滩陷入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件事：身边这群人靠不住。现在已经不是文明社会了，他们这群曾在文明社会中受尽照顾的女人，在饥饿、寒冷、缺水和残酷的自然面前，稍有不慎就会丧命。刘淼淼率先开口道：赵冰莹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戴玉安，你带人把火种转移过来，在这里扎营。他带着双胞胎姐妹和2个外国明星清洗完瓶子，转身追上天然的脚步。当他们找到天然时，天然已经确定了水源的位置。北边靠山的地势低洼，树木比其他地方高很多，必定有水。天然刚走到一半，就看到刘淼淼小跑着追上来，他不禁又问：姐妹，能要点碧莲吗？刘淼淼别过头不去看他，一副滚刀肉的架势。天然彻底没招了，若非担心日后救援队找到他们，早就把刀砍一个立威了。刘淼淼见他不说话，以为双方的关系缓和了，便开始找话题问：天然，你觉得另一个救生筏上的人飘哪去了？天然没鸟他，继续向前走，走着走着突然顿了一下，随后边走边寻找武器，捡了一块不规则菱形石头。5分钟后，他们来到一条宽2米、深半米的小河边。刘淼淼像胜利者一样大呼小叫，让韩国女星张元去叫人来取水。天然取水时死盯着刘淼淼，看着他在岸边走来走去，寻找虾米。嘿，低头看看。天然坏笑道。刘淼淼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问：我吗？我叫刘淼淼。对，就是你，把野草拨开看看。刘淼淼捡起一根树枝拨开野草，看到了深棕色花纹和3角形蛇头，一条4米长的缅甸蟒正潜在水中等猎物。蛇，是蛇，
刘淼淼尖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往回跑。其他女人听到有蛇也开始跑，只剩下李诗雅面色惨白，蹲在5米开外。刺耳的尖叫惊飞了鸟群，也刺激了缅甸蟒。她抬起头对着天然，脖梗后弓，摆出攻击姿态。此时李媛媛和刘淼淼跑回来找李诗雅，看到天然捡起一块大石头，狠狠砸中缅甸蟒的身体，鲜血在小河中快速消散。缅甸蟒扑向天然，但因为距离太远，扑了个空。天然又捡起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脖子上，并且不断后退，拉开距离。缅甸蟒暴怒，继续追击，继续挨砸。第5下后，他老实了，转头就跑。天然快步上前，右手摁着缅甸蟒的脖子，不顾蛇身缠绕，左手的菱形石头尖端顶着缅甸蟒的脑袋，左右转动，直至洞穿。蛇身从他身上滑落，天然换右手拿石头，继续把舌头砸烂才停。不用刀，是担心碰到石头崩口。一条大蟒蛇而已，又不是黑熊，对石头过敏的动物，面对元神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刘淼淼当即跳出来，指着天然道：“你刚才吓坏我了，这条蛇必须给我，当做精神损失费。”天然直接把蛇尸体丢到他身上，刘淼淼大叫一声跑了：“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妈妈救我啊！”缅甸蟒已击杀，奖励20生存点，1点敏捷，1点适应性。缅甸蟒是自然界最强大的猎手之一，因被主人放生，养殖园遭到风暴破坏而得以泛滥。天然蹙着眉，抬起头看向岛屿中心方向，内心升起一个疑惑：这岛上有人居住，有人最好。天然感觉有人的可能性极小，可能以前有否则那么大个飞机落在海上，早就有救援队过来搜救了。他用藤条把装满水的瓶子串起来，又把缅甸蟒的尸体处理好，挂在脖子上，走出丛林往坡上走，去寻找山洞。丝袜和烈酒都被他收入系统空间，至于他们遗留的瓶子，他自然没去捡，以免被讹诈。女人们都看到他扛着缅甸蟒上山坡了。水呢？红发大波浪戴月安忍不住问。刘淼淼指着小溪的方向微笑道：“在哪里？你带人去取呗，我们在这等你。”李媛媛马上道：“别去，有大蟒蛇。”戴月安剜了刘淼淼一眼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却在内心记下了这个仇。天然在山坡上找到2个山洞，一左一右，相隔200米。他选了一个比较难爬的，当做临时据点。放下缅甸蟒后，天然打开商店，花费3点生存点，购买了一个砂罐和1包食用盐。烤肉会浪费大量油脂，蒙古人都没奢侈到吃烤羊，他更不敢。天然搬过来一块比较平的石头，用溪水清洗表面，随后把串在藤条上的蛇肉段摆放在上面，用盐腌制。头和尾巴部分没要，蛇屁股有臭线，他当时闻了闻，嫌恶心就没挂在藤条上。腌得差不多后，他用刀插好蛇肉，放在烈火上去腥，直到表面的盐变得焦黄之后，才放入砂罐，添加烈酒翻炒，没太多腥味后才加水，小火慢炖。蛇内脏、尾巴和蛇皮放在外面晾干，腥味太大，放在山洞内根本没法睡，留着它们可以用作捕鱼的饵料。炖肉的时候他也没闲着，出门砍藤条和干草以及棕榈叶。期间看到女人们搬到了另外一个山洞，在收集干草时，在系统的帮助下还找到了野生的紫苏叶和草果，全部带回去放在砂罐里去腥。油脂和蛇肉的香味飘到女人们的山洞内，所有人的肚子都在咕咕叫。那名可爱粉嫩的小萝莉舔了一下嘴唇，仰起头看向抱着自己的少妇道：“妈妈，我想喝水。”再忍一忍。丰腴少妇也舔了一下嘴唇，目光落在刘淼淼身上。其他人也看向刘淼淼。刘淼淼躺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道：“让你们去取水，你们害怕蛇，那就等下雨呗。”他的语气中带着阴阳怪气，反正刚才喝爽了，一点也不渴，甚至想尿尿。妈妈，我饿。小萝莉挤出2滴泪水，问道：“我也想吃肉。”韩国女星张元凑到刘淼淼身边道：“那个男人把内脏和尾巴放在了外面。”听不懂，一边去。刘淼淼别过头不去看他，之前明明他都是用手势。蓝景平做了翻译，还得一道：“我可是会8国语言，在我们学校，外语老师至少会3门外语。”刘淼淼转身看着他问：“你疯了？那些东西能吃吗？我们怎么处理？有烈酒处理腥骚味吗？处理不干净，你们知道会有多少细菌吗？不想饿死就去找浆果。”戴月安站起身，指着他质问：“你呢？你就躺在这里奴役我们吗？”刘淼淼也坐起身问：“不然呢？想打一架吗？你最好多找点人，我不是你们3个能对付的。”他站起身，连续打出2拳，能听到明显的破风声。很不巧，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我爸爸逼迫我练了很多柔术和格斗技巧，以免我被绑架时没有自保和逃脱的能力。没想啊，居然会在这派上用场。戴月安，你想来一场动物世界吗？我保证你第一个被我打趴下。切！戴月安指着他嘲讽道：“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种你去打天然啊！他是个男人，才不打你们。本小姐可没那根玩意。”刘淼淼指着他说道：“无论是谁敢给他一口吃喝，我就揍谁。现在开始分组。”他分了2组，一组人去收集浆果，赵冰莹被安排去摘浆果，她的闺蜜被分配去收集木柴。至于戴月安的2个好闺蜜也被她拆分开，避免联合起来对付她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刘淼淼发现除了戴月安之外，其他人对她基本没威胁。而戴月安已经得罪死了天然，不可能从外部得到帮助，只需要孤立戴月安。用不了多久，戴月安就会因脱水失去行动能力，任由他们摆布。等到了那一天，刘淼淼就会以不浪费水和食物，给戴月安一个痛快为由，逼迫他们一人给戴月安一刀。而刘淼淼则会用手机录下来，以杀人作为要挟，
逼迫他们用身体从天然那里换取食物和居所。但他这个计划有很多问题，多到几乎不可能成功。生命会自己寻找出路，戴月安不会按照他的计划慢慢等死。戴月安起身向外走，刘淼淼马上嘲讽道：“哟，要去给天然当敌方坐骑了？你 TM 才给他当敌方坐骑，我出去看风景。”戴月安歇斯底里的咆哮着，嗓子彻底哑了。刘淼淼闻言内心冷笑，见他态度依旧坚决，内心却大喜，并期待他彻底倒下的那一天。戴月安走在草地上，漂亮的眸子不时看向天然所在的山洞。他在山洞边生了3堆火，避免虫蛇爬进来。看见天然打了一个饱嗝，他气得浑身发抖，又不愿意低头求天然帮忙。身为一个女权网红，戴月安本能地不想被划到男人阵营中。在他的潜意识里，帮男人说一句话就是男人就会失去女性的所有特权，沦为社会最底层。可他真的很饿，加上最致命的脱水，以至于无法正常思考了。天然把食物、烈酒、丝袜和水全部收入系统仓库内，只在山洞里留下一个沙罐以及沙罐内的2斤蛇肉。烈酒破坏了蛇肉原本的鲜美，如果捉到猎物，晚上就会扔掉，味道有点像鸡肉味。因为太饿，天然炖了一大块，导致根本吃不完。天然走下山，看了一眼正在发呆的戴月安，假装没看到，继续往外走。站住！你说什么？天然蹙着眉问，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。戴月安快步走到他面前，压低声音道：“给我点水。”语气中带着命令般的强硬。水没有，尿你要不要？天然翻了一个白眼，之前就是他起头骂自己，自然不会给什么好脸色。我求你了，行了吧？我求你了，行了吧？天然咧着嘴，阴阳怪气。水就在小溪里，想喝自己去。独立女性要会独立。小溪里有蟒蛇，关我屁事！天然指着他沉甸甸的单肩包问：“你是不是偷我的酒了？”那是我捡的。戴月安后退半步，不给拉倒，我还不稀罕呢。天然看着他转身走向沙滩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等死吧你！只要你敢喝烈酒，就必死。”他的声音很小，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。40度以上的烈酒都算高渗性液体，喝100毫升，身体会排出120到150毫升水分，喝得越多死得越快。这和他没关系，他也不打算制止他，一个打拳的，死了就死了。他走到藤蔓丛边，砍下细长的藤蔓，留着回去编鱼篓。虽然现在还不会，可天然已经下定决心，等再攒够100生存点，就购买末世生存百科大全，里面有各种野外生存和末世生存知识。在砍细藤蔓时，天然看到那些女人在沙滩上三两的散步，也不赶海，也不收集有用的海洋垃圾，就散步硬散。虽然1天1夜没吃饭了，虽然1天1夜没喝水了，但绝对不找吃的，哪能自己不劳动，让其他女人坐享其成呀？大家一起饿死得了，黄泉路上一起走，谁不饿死谁是狗。天然耸耸肩，继续砍细藤，很快就收集了一大半，每一根都切成1米长左右，柔韧性极好。你们看，有小羊。双胞胎姐姐李圆圆指着不远处走来觅食的羊群，6个月左右的小羊在前面乱蹦乱跳，偶尔相互对撞。其他女人闻言向羊群望去，不停地夸奖小羊好可爱，完全没注意到羊群已经停下。一头长1.7米，肩高1米，重达170多公斤的头羊慢慢走出来，正低着头慢慢逼近拔叶子喂小羊的李圆圆。小羊好可爱啊！李圆圆见到小羊，一直想用脑袋撞它，以为对方在和他玩，便用额头去碰小羊的脑袋，然后被小羊一头撞得向后滚2圈，双手捂着额头叽哇乱叫。6个月大的青年羊撞人已经很疼了。天然的目光没落在李圆圆身上，他已经砍下2根5公分粗、长1.2米左右的粗藤条，默默把一头削尖。小羊们看到李圆圆这么好欺负，纷纷上去撞他，对他使用战争践踏。其他女人见状不对，放慢了脚步，只有李诗雅一个人跑过去帮姐姐。跑着跑着，她也停下了，看到头羊已经向她冲过来，那一对巨大的犄角慢慢沉下去，准备把她挑飞。李诗雅吓得僵在原地不敢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死亡将至。忽的一道人影从她身边掠过，天然一手一根削尖的粗藤条，头羊已经完成加速度，难以停下来，长久以来见不到人也让他忘了恐惧，径直冲向天然。而天然却慢了下来，最终停下，把左手藤条插在沙滩上，双手紧握藤条盯着头羊。二者相距3米时，天然向右跨出一步，全力刺向头羊的侧心口，因为没算准距离，扎在了肚子上。头羊侧摔滑行2米后，仰天长咩一声，挣扎半天也没站起来。天然一击命中后，转身去抓青年羊，只摁住一头，用黑丝绑死他的后腿，便去追击四散开的羊群。他边跑边脱光上半身散热，并且死死盯着一头毛最长的老羊，打算耗死对方。仅仅几分钟，老山羊的速度就慢了下来，最后不跑了，转头去撞天然。可刚才的奔跑早已让他耗尽力气，速度极慢，被天然抓住羊角，奔倒在地上。卧槽，热死我了！天然坐在老山羊的身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不累，只感觉很热，汗水顺着背后往下流。赵冰莹从南边沙滩走过来，手中拿着2颗浆果，慢慢吃着，奢侈品包包装的鼓鼓囊囊。见到天然后，他小跑过来道：“好厉害啊，居然抓到了这么大一只羊，要不要吃浆果？很甜哦。”天然看着他递来的浆果，上面有3颗牙印，果皮也破了，肯定是酸的，你尝了一口吃不下去，就拿来坑我。天然翻个白眼，还打算报复你一下，没想到你挺聪明。他从包里取出一个比较红的，递给天然道：“
给你，不吃你们的东西。天然站起身，抓住老山羊前后蹄子，横抗在后颈上往回走。喂，你能不能别对我们这么大恶意？我很难对一群贼有好感，还是一群蠢贼。天然至今都没想明白他们在拖什么，等死吗？你就不能态度好点吗？我承认我们之前做错了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赵冰莹双手掐腰道，不就是拿你点东西吗？你又用不完，分我们一点，对我们客气些。过几天救援队来把我们救回去，姐姐我说不定还会给你介绍个小明星当女友呢。天然猛地停下来，转头看着赵冰莹问：谁给的消息？救援队吗？我们算的。用脑子想想好不好？400-500人的飞机失事，国家肯定要派救援队啊。赵冰莹生气地指着他道：你又用这种看清事大傻福的眼神看我。击落我们飞机的不是雷电，更不是鸟，而是导弹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天然冷笑着问。不知道。赵冰莹摇晃着小脑袋问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落在了战区里。天然继续向前走，苦笑道：我们还没进美国空域就被打下来，说明不是美国人干的，可能是小国内战。在小国政权更迭没停之前，谁来救我们？国家凭什么不管我们？就凭这架飞机注册在美国，我国只有主张权，调查和救援都要经过别国同意。那美国得来救我们吧。赵冰莹彻底慌了，他们都以为最多熬1周就能等到救援。天然苦笑道：难说，反正我已经准备好在这座小岛过冬了，至于你们，估计要吃人活下去，记得到时候告诉我人肉是什么味道。恭喜宿主抓住了第1只小羊，并开启驯化尝试。奖励：力量+2，敏捷+2，免疫力大幅提升，50生存点。恭喜宿主击杀头羊，抓捕老山羊。奖励：15生存点。猎杀这些食草类动物没什么可骄傲的，因为你是人，自然界最成功的大灭绝者。赵冰莹眼中第一次浮现绝望，他们都以为只要熬一熬就过去了，救援队马上就会来救他们，还约好了被救之后一起去吃大餐。他也做好了饿7天的准备，反正也饿不死，就当减肥了。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救援？战争不停，永无救援。天然回头坏笑道：你们也可以祈祷，祈祷刘淼淼家里人雇佣私人救援队赶深入战区拯救你们。哦对了，别忘了祈祷救援队比冬天更早来。他加快脚步，避免和傻子离太近影响智商。之前他以为这群女人在等死，谁知道是真的蠢。天然来到被绑好的青年小羊面前，把老山羊重重摔在地上，踩着他的脖子，又取出一条丝袜绑在小羊前腿上。谁要是再敢动我的东西，我砍死他。天然扛起老山羊，先回山洞，打算分批运送。赵冰莹把现状告诉其他女孩。薇薇安走出来，用蹩脚的中文道：他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我们乘坐的航班的确属于美国。你不是美国人吗？你的国家不救你吗？南景平急忙问。救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事，政府不欠你们什么。这是美国市长说的话，与其指望美国，我们不如想着怎么游回去。薇薇安瘫坐在地上，表情比其他人更绝望。身为中美混血，薇薇安1年有7个月生活在美国，比谁都知道，相较于救人，美国人更喜欢救阿猫阿狗。戴玉安的黄发网红闺蜜周薇亚吓哭了，哭着哭着，恐惧转化成了愤怒，起身指着南景平怒吼道：都是你的错，都怪你逼走了天然，否则我们也不至于变成这样。我的错？南景平指着自己高挺的鼻尖道：我错哪了？我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们，我都是为了你们好，都怪你们，都是你们的错。周薇亚转头指着戴玉安道：都怪你，都怪你骂走了天然，都是你的错，害我们没水喝，没吃的。戴玉安蹭一下站起身，张开嘴巴，却因为嗓子哑说不出话。南景平一看戴玉安说不了话，也开始骂戴玉安，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咒骂戴玉安的行列中。不知道谁丢了一把沙子，戴玉安疼得蹲在地上，骂他的人一拥而上，开始围殴戴玉安。别打了！赵冰莹推开他们，把戴玉安护在怀中，转头质问他们：现在是内讧的时候吗？打死他又有什么用？跟我去摘浆果，先把今天挺过去。他们自始至终不敢动天然的羊，生怕被天然像杀羊一样宰了。他们离开后，戴玉安坐在沙滩上，一边抹眼泪一边整理头发，哭着哭着掏出高度数威士忌猛灌一口。没一会他感觉脑袋很晕，站起身后眼前一黑，摔倒在沙滩上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满脑子只剩下一个想法：喝水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给我一口水吧，就算是尿都行。好难受，我不想死。同一时间，天然即将到达山洞口时，就听到有人在山洞内有说话的声音，内心暗骂一声：娘的，真不要脸了是吧？人赃并获，别想让我放过你。他快速冲进山洞内，就看到那个穿着旗袍的风雨美贵妇正跪在床边给女儿喂蛇汤。虚弱的小萝莉脸蛋红得不正常，漂亮的大眼睛也失去了神采。天然的气顿时消了一半，当初美贵妇并没有赶他走，他是在南景平的威逼之下才说是。即便不喜欢他，可看到这只小萝莉病得这么重，他也不该颠倒把对这群女人的厌恶发泄到小萝莉身上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求求您救救我女儿，给她一口吃的吧，再不吃东西她就死定了。吃吧吃吧，反正我也打算扔了。天然走出山洞，从系统仓库内取出一瓶水，又花了5生存点购买了一个大塑料盆，可以洗澡的那种。他娴熟的给老山羊放血剥皮，并且取下羊宝，小心的放在旁边。小时候他爷爷养了很多羊，经常帮忙宰杀阉割，从小爷爷就会把小羊的羊宝留给他，逼着他吃。以前不懂这些又腥又骚的东西有啥好吃的，
长大后开始花钱买。为小萝莉吃肉的美贵妇内心越来越难受，能救女儿命的肉却要被白白丢掉。起初她也没想偷，可女儿缺水缺食物生病，是医学生刘启兰建议她来这里找吃的，否则女儿一定死。小雪，你先睡一会，我去把纱罐洗一洗。美贵妇高巧起身向外走去，刚走到洞口就把纱罐放下，回头看了一眼女儿，确定她闭上眼睛后才走向天然。高巧发现她正看着羊皮发呆，好像在想什么，便慢慢走到身边蹲下，等她发现自己才开口问：天然先生，您有药吗？天然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想到他这么直接，有。高巧垂下头，将旗袍衣扣解开2颗，露出白花花一片。天然开始上下打量她，无论是气质还是样貌都是极品，身高1米75左右，前凸后翘，丰腰长腿，腹部微微隆起，穿着一件深蓝色流苏旗袍，保养得很好，不像是35岁的年纪，更像27、8，身上还有一股好闻的花香味，很淡雅。最诱人的是2颗大雷，单球比他脑袋都大，看得天然想帮他分担一下。天然先生一个人住，不寂寞吗？我和女儿可以来陪陪你。高巧面色绯红，羞涩地咬着下唇。她年纪轻轻嫁入豪门，虽然丈夫死得早，但也深谙为人处世之道，清楚自己最好的出路就是天然。丈夫早死，守活寡这么多年，她内心也没什么背德感。天然冷哼一声问：你觉得自己配得上我？啊？高巧一愣，整个人都懵了，以前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养着你和女儿就多2人份的口粮，且不说你，如果没人救援，我得等到你女儿长大，这得浪费多少粮食？而你们能给我带来什么呢？快感，我的右手就能满足，而且我的右手还不用吃饭。养了你们2个，其他人18张嘴，要是再加上另外一个就生乏的人，得多少张嘴？我女儿已经成年了，还吃得少。高巧连忙找补。这时候她才想明白，议价权一直在天然手中。在文明社会，她是手握大量资源、财富且美貌无双的贵妇人。可是在这原始社会，曾经的骄傲和资本狗屁不是，别说1块面包，就算是一口水都换不来。最可怕的是，文明社会的一切都在这里崩塌了。掌握了绝对暴力的天然，其实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，并且不用支付任何代价。他们之所以还能坐着和天然说话，就说明他是一个理智、善良的人。天然向上翻了一个白眼，继续研究羊皮，总感觉羊毛长得有点过分，而且像是绵羊的毛。你女儿在我这，谁照看？拜托你稍微多想想好不好？天然放下羊皮，那就做个交易。高巧抱住天然，雪嫩的脸蛋在他脸上不停地蹭。你给我要求我女儿，我伺候你，我会补衣服，会做一点菜，以前闲时我会做刺绣消磨时间。天然点头道，还算有点用。他推开高巧，把右手放在口袋中，从系统空间取出一瓶布洛芬，倒出来1颗递给他道，给你女儿吃下，水也给你们。天然看着他接过布洛芬后，弯下腰，用大拇指轻抚他干燥起皮的香唇道，我回来之后，希望你的嘴唇能水润一些。高巧点点头，再次道谢，起身小跑回洞内，为女儿高乐之吃药喝水，记得把水烧开再喝，要不然会有细菌。天然把羊内脏挖出来，羊心和整只老山羊藏在一个缝隙中。天然回到沙滩，看到那些女人围成一圈，叽叽喳喳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他把头羊扛在后颈上，右手抓住4个蹄子，左手拎着小羊准备回去。天色不早了，比之前黑了一些。天然回头看到赵冰莹向他跑来，便问：干嘛？救命啊！你现在有水吗？赵冰莹急切地跺脚道：戴玉安严重脱水，快休克了。天然蹙着眉问：之前第一个骂我的，好死！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？也不见你们之前有同情心呀，缺水就去小溪取水呗。天然一听到道德绑架就恶心，都这时候谁在乎呀？他每一次狩猎都是玩命，稍有不慎就会死，也不见有人心疼他。一个戴着椭圆形眼镜的高马尾女孩走过来，气质很文静，眼神还有点呆。现在找水已经来不及了，谁有尿？他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南景平抱怨道，都快24小时没喝水了，谁有尿呀？都不出汗了。他们把目光投向天然，搞笑吧？我就算救了他，醒过来之后还不是要……刘启兰拽着他向戴安月身边走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，真出事我给你做人证。天然跟着他走到戴月安面前，看着戴月安不停大喘气，皮肤很白，没有一点汗，就连细汗都没有。低一点，对，再低一点，对准，停一下，他在大喘气，会呛到，浪费水。刘启兰的语调冰冷又理性，周围的女人全都小声说着好大，好吓人，像牲口之类的话。喂，你别搞我呀，说停就停，很难受的。天然有点绷不住了，要不是可乐瓶子太大，无法解释藏在哪里，他恨不得现在就取一瓶水出来喂给戴月安。刘启兰咬着嘴唇想了半秒道，送进去喂水吧。刘启兰亲手完成局部硬化，慢一点，很疼的。天然忍不住吐槽道，你指甲太长了。喂完水后，戴月安的脸蛋逐渐红润，也不大喘气了，呼吸越来越均匀，差不多脱离危险了。刘启兰瘫坐在地上，看着天然说，我叫刘启兰，谢谢你，但我们再不补水，其他人随时都会变成这样。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女人的头上，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小命真的会随时完蛋。至于天然，已经跑路了。回到洞穴后，天然把小羊丢到洞穴外，放一些沿途收集的野草在他面前。剥下头羊的皮后，天然把2张羊皮放在火堆前烤干，打
打算明天带到小溪边洗干净后再晒干，就能当床垫。高巧把高乐之哄睡后，慢慢走到天然身后，轻轻搂着他的腰问：“天然，我有点等不及了。”他贴在天然耳边吹气：“别把你女儿弄醒了，跟我出来。”天然拉着一张羊皮走到洞穴外，二人藏在一块巨石后。天然刚坐下，高巧就迫不及待分开肉丝美腿，骑在他的腿上，捧着他的脸又亲又啃，主动的有点吓人了。别这么接。天然嘴上这样说，手上却帮他分担胸前的累赘道：“用嘴，你要是怀上了就出事了。”高巧点点头，后退几步跪在他面前，弯下腰歪着头，做出缩面的口型，一直盯着天然看，比肩宽的大屁股高高抬起来。天然把他喂饱后，又留他吃了一顿饭，交给他一瓶水道：“别让他们知道你来过我这，就说这些水是你自己打的。”高巧点点头，背着高乐之回到了女人营地，还没进门就听到了哭丧。他们不停抱怨、哭泣、指责别人，反正就是自己没错，错的都是你们，不给老娘吃喝，老娘死后做鬼也不放过你们。唯独刘淼淼、刘启兰、赵冰莹、薇薇安四个人最沉默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打了一瓶水回来，大家。高巧话音未落，就被戴月安一把抢走，仰起头猛灌。刘淼淼一脚踹在戴月安的奶子上，好在减震系统足够大，足够高，不疼。那一瓶水洒了不少。刘淼淼捡起水喝了一大口，指着戴月安怒斥道：“别用你吃鸡的烂嘴碰任何食物跟水，巧儿姐做的不错，明天你负责带领打水组去打水。”赵冰莹站起身，把天然告诉他的情况说了一遍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刘淼淼负责分水，其他人只喝到一小瓶盖，润嗓子都不够。但刘淼淼强压下内心的惊恐道：“放心吧，我爸爸肯定会雇佣救援队来找我。只要你们听话，到时候我让救援队带你们走，把天然那个混蛋留在这里自生自灭。”是。成九。刘淼淼坐在火堆前，心中的绝望比谁都多，也最清楚他们的飞机有极大可能是下一个马航。天然把2头包完皮的羊全部收入系统空间内，只留下少部分丢入砂罐中清炖，加入少许盐和紫苏叶、草果。好羊肉没有腥膻味，除非经过冷链运输或长期火运。吃过好羊肉的都知道，新鲜的好羊肉有点奶甜味。炖羊肉时，天然也没有闲着。他又向系统买了2包盐，倒入清水中搅匀，然后倒入放置羊血的大盆中，再次搅拌，看着羊血慢慢凝固。如果拿来吃，他会用丝袜过滤杂质，但他不打算吃羊血，就连内脏都不想吃，太难处理，需要浪费大量调料，不如全部拿去做鱼饵。如果没有系统，天然肯定会吃掉那些内脏。掠食者在杀死猎物后都会优先吃内脏，因为内脏里有大量维生素和微量矿元素。天然在洞穴门口点燃3堆火，尽量堵住整个洞口，避免有毒虫和蛇爬进来。做完所有工作后，天然开始吃饭。洞外的冷风越来越大，穿过群山时还会发出诡异又吓人的声音。羊肉的香味被风送到女人洞穴内，她们的肚子全都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所有人都看向刘淼淼。女黄毛打扮的周薇亚开口道：“刘姐，我想吃羊肉。”闭嘴，我也想吃。刘淼淼双手捂着肚子，一天一夜只吃了一点赵冰莹带回来的浆果，她感觉口腔里全是酸水。周薇亚低下头，小声抱怨一句：“什么垃圾老大啊！”刘淼淼瞪了她一眼，太饿了，根本没力气愤怒。周薇亚又回头看了一眼戴月安，内心再次埋怨他，完全忘了以前戴月安带着他和徐央一起当网红赚钱的日子。周薇亚并不是女黄毛，为了网红人设，刻意打扮得像个女黄毛。徐央是绿毛，也是3人中长得最清纯漂亮的女孩，网友戏称他们是红绿灯3人组。绿发高马尾徐央走到戴月安身边，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，却被戴月安无情地丢在地上，继续面无表情地发呆。之前周薇亚嘲笑他被尿救了，他才知道自己活过来是因为天然一泡尿，可他内心一点也不感谢天然，反倒充满了恨意，觉得天然让他丢了面子，彻底没法做人，恨得他现在就想回到文明社会，诬告天然强奸他。睡觉，睡着就不饿了，明天再想办法。刘淼淼找个平整的地方睡觉，可怎么都睡不着。半夜起来添柴时，发现除了高巧和他女儿之外，其他人都没睡。年轻稚嫩的韩国女团偶像张元用蹩脚的中文道：“天然把羊的内脏和羊心也放在洞外了。”张元听得懂中文，也会说一点，但口齿不清，需要极其认真才能听懂一小部分，剩下的全靠猜。刘淼淼向上翻了一个白眼道：“没招了，只能紧急避险了。”他带着张元、周薇亚、徐阳悄悄溜到天然的洞穴外，把内脏和羊心全部偷回去。缅甸蟒的尾巴和内脏他们不敢碰，怕蛇。刘淼淼满载而归后，兴奋地说道：“今晚咱们就吃这个！来来来，谁会做？快点展示一下厨艺！他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”沉默了。徐阳，你去外面找一根棍子，我们烤内脏。刘淼淼差使徐阳出去找棍子。女大学生刘启兰蹙着眉问：“这些内脏你处理了吗？里面好像还有屎，会吃死人的。”刘淼淼指着内脏道：“你想吃干净的你去洗呗，总不能什么都让我干吧？我又不是你们爹妈，凭什么惯着你们？”又是一阵沉默。徐阳拿回木棍后，刘淼淼双手握着棍子一端，让周薇亚把肠子缠在木棍上，连同脾胃一起架在火上烤，直到羊胃慢慢鼓胀起来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大量汁液混合着肠子里面的屎尿，浇灭了火堆。一股混杂着浓厚腥味与尿骚的恶臭弥漫整个洞穴内，所有人都受不了跑出去了。还有人趴在地上开始干呕 ，TMD， 这简直就是在煮屎尿。刘启兰递给刘淼淼一个白眼，走到高乐之面前，
帮小萝莉挡风，伸手摸向高乐之的额头，发现退烧了。高巧对着他比了一个嘘的动作。好消息是冷风停了，没那么冷了。坏消息，屎尿味充斥整个洞穴，今晚不可能在里面睡了。徐阳站在火堆最远的位置，目光扫过他们每一个人的脸。在文明社会，这些养尊处优的女人压额不分，别说做饭炒菜，能点个外卖都是高手了。他越来越失望，转身道：“我出去散散心。”刘淼淼哦了一声道：“小心毒蛇和毒虫。”徐阳再次摇头，内心吐槽：大冷天太难遇到了，这段时间连蚊子都没一只，笨死你得了。他走到沙滩边，用手机屏幕的光寻找一些能吃的东西。徐阳算是他们中家世比较差的一位，住在海边，会一点赶海技能。走着走着，徐阳突然看到一具溃烂的尸体，他尖叫一声，掉头就跑，边跑边哭，边跑边叫。凌晨1点半左右，刘淼淼冻得不停打摆子：“你们冷不冷？”“冷。”大长腿超模徐诗兰第一个开口。他上半身穿着一件无袖露奇装，下半身是一条热裤，脚踩一双罗马凉鞋，所有人里就他穿的最少。刘淼淼喝道：“冷你还不去投火？你什么你？看好火本来就是你的任务，现在火灭了就该你负责。”刘淼淼习惯性甩锅。哈啊！徐诗兰歪着头质问：“火不是你搞灭的吗？凭什么我负责？”刘淼淼站起身甩着右手问：“你不阻止我就是你的错，你去不去？信不信我揍你？”徐诗兰咬咬牙，她有1米78高，比刘淼淼高一个头，可还是屈服了，起身去找火。我陪你一起去。高巧抱着高乐知道，走吧，一起。高巧已经对他们彻底绝望了，就算偷到火又能如何？今晚能升起来吗？一点准备都不做，把火拿回来也要熄灭。他不介意受冻，可女儿发烧刚好，再吹一晚，鬼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也陪你们去。徐央也受不了了，起身跟在他们身后来到天然的洞穴中。刚走进来，寒冷便消失了，还有点热。天然躺在草叶上，身下垫着衣服，被热得只穿了一条裤衩。山洞内还有一个用石头围起来的篝火堆，里面有大量缓慢阴燃的木炭。石头桌子上还摆放着一大瓶白开水，刚刚天然起夜添柴时喝了一大口。徐阳小跑过去想要拿水喝，徐诗兰也跑了过去。超模的大长腿就是比徐阳快。我先的。徐阳伸手抢夺。别抢了，一人一口，你喝得完这么多水吗？徐诗兰急了，不停把水挤出来，伸出粉嫩小舌接着。哈啊！天然的哈欠声吸引了二女，回头看去，只看见天然坐在床上，手里握着一把大马士革钢刀，明晃晃的刀身在火光的映照下格外瘆人。徐阳被吓得不敢再抢。徐诗兰已经顾不上会被砍死了，扬起头噔噔噔猛灌，第一口灌下去，脖子下面的喉管传来剧痛。天然站起身，走到洞口堵门，势必让他们付出一些代价。徐诗兰喝完水后，偷偷把瓶盖拧起来，不打算给徐阳喝，但徐阳却一把抢走，怒视徐诗兰一眼，才开始喝水。发现是白开水后，徐阳激动地哭了出来。他有点小洁癖，根本不想喝生水，觉得有动物喝过，肯定有细菌。徐诗兰走到天然身边坐下，伸手在他面前摇晃2下。你有病！天然怒视着他质问。给我一点吃的，我饿了。去你的！天然指着他说，你偷我水的账还算呢。徐诗兰握紧拳头，美甲都崩了，可还是强压下怒火道，你给我吃喝，我和你谈恋爱。天然被逗笑了，我不想谈恋爱。不想谈恋爱？徐诗兰人都傻了，脑瓜子轰一声陷入空白。男人怎么会不想谈恋爱呢？我这么漂亮，这么好看，基因这么优秀。天然坐起身，看着他问，谁说的？小红薯。徐诗兰点点头。你看过逻辑学的书吗？徐诗兰摇头。天然了然般的点头道，你们现在这些女人啊，总是把别人的奉献和付出当成自身价值，舔狗越多，价值就越高。但是我对你们没兴趣，那你们就对我毫无价值。我既不需要尊重你们，也不需要帮你们，还必须敌视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的竞争者。滚！徐诗兰哽咽着起身离开。她现在才盘明白这层逻辑关系，毕竟学校里面没教过逻辑学。当双方合作共赢时，尊重并帮助弱势的一方，也是在提升群体成功的几率，这属于吃点小亏换取共同前进。可一旦终止合作，各自为战，那你就是掠夺资源的竞争者，把你挤出去或者杀了你，我能拿到更多资源。第一晚，天然提出合作共赢，他们果断选择竞争关系。现在活不下去了，又跑回来求合作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？天然对他口中的谈恋爱更是厌弃，说白了，不就是骗吃骗喝，当寄生虫吗？既然喝了我的水，那就要付出代价，给我看看。天然看着徐诗兰拉开衣服，然后哭着跑了。徐阳看他走了，内心骂了一句，又把活丢给我，死贱狗！这个仇我记下了，早晚报复回来。徐阳拿起2根还在着火的木棍，走到洞口给天然看了看，随后才往回跑。中途火灭了，可炭火还在，他边吹边跑。拿回营地后，刘淼淼赶忙招呼其他人寻找枯枝落叶，把火升起来。忽然电闪雷鸣，天空瞬间下起瓢泼大雨，他们还没升起来的火堆瞬间熄灭。同样被熄灭的还有洞口天然点燃的3个火堆。女人们并没有因为火堆熄灭伤心，全都兴奋地扬起头，张大嘴巴接着雨水，大喊大叫，清洗身体。天然则急忙把所有能用的容器全部取出来接雨水，顺手将枯叶和少部分干草丢到篝火堆上，不多时山洞内又亮了起来。就连装羊血的大胶盆都被天然拿出来接雨水，
凝固的羊血已经被收入系统空间内。天然回头看了一眼，高巧还在哄女儿睡觉，他赶忙购买了一个高吊铁锅以及全套沐浴洗漱用品。现在有了食物，天然反倒不怎么着急了，开始慢慢注重起自己的生活质量。他把高吊铁锅摆在篝火上，开始烧水准备洗澡。乐之今晚可以在这里睡吗？那个山洞里的火灭了，我担心乐之会再生病。高巧小心翼翼地询问天然。可以。天然坐在篝火前打着哈欠，看着高吊铁锅咕噜噜冒泡，这玩意比较薄，传热很快。他用高吊铁锅自带的长把瓢把水舀出来倒入胶盆中，顺便把自带的勺子放在干净的桌子上。高巧走到洞口，回头看了一眼天然，在等他开口留下自己。天然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，但没有说话。现在开口留下他，高巧能赖一辈子不走，并且心安理得的混吃混喝。我能留下来避避雨吗？天然抬眸看了他一眼，打了一个哈欠道：留下吧，雨停了就回去，等你们的火升起来之后，就把你女儿也带回去。可他会饿死的。天然马上摇头道：不会，在你女儿饿死之前，他们就会把你女儿吃了。这番半带地狱笑话的话瞬间点醒了高巧，让他换了一种思维想问题。他以前有钱有闲，除了做刺绣，送女儿上下学，培养爱好般的做点菜和糕点，也会看看书，基本什么书都看。在任何描写荒野和求生的书中，饥饿会快速摧残人性，用不了7天，3-5天后就会出现人像食的惨状。之前他没想过，真出现人像食，第一个被吃的人是谁？现在稍微一想，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最弱小的女儿一定会是第一目标。这里可没有法律文明，只有最原始最本能的弱肉强食。想要让自己这个最弱小的女儿不被吃掉，只能依靠本岛最强掠食者天然的庇护，而且把女儿留在天然身边，就相当于两头下注，何乐不为呢？高巧慢慢走到天然面前，露出花白的血迹，随手将旗袍丢到干净的石头上道：我们一起洗吧，别被你女儿看到了。看到了不好吗？当妈妈的就该教一下，不是吗？高巧挤出一个妩媚的笑容，很有韵味。女人山洞内，他们把湿透的衣服丢在一起，人挤人相互取暖。喝完水后，嗓子舒服多了，便开始阴阳怪气，相互嘲讽。但很快就冷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山洞有一个巨大的问题，一旦长时间下雨，雨水流入山体内，山洞就会变得又潮又冷，必须用大火才能除湿驱寒。可他们没有。高巧呢？刘淼淼开口质问，声音很大。他感觉局面要失控，就连忙拉出来一个人当靶子转移矛盾。徐诗兰冷哼一声道：估计还在那个臭男人的山洞里当狗吧。他愤怒来源于对天然戳破他的幻想。在刘淼淼的引导下，山洞内开始了对高巧的批判大会，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咒骂和怨毒的诅咒层出不穷。只有几个人沉默，不知道谁提了一嘴，他们居然开始讨论起高乐之的吃法，还要当着高巧的面吃，逼着他也吃。薇薇安站起身，怒视着他们质问：你们真打算吃人吗？你们还能算是人吗？他们沉默了，又纷纷用开玩笑搪塞过去，并指责薇薇安太计较，是个小气鬼。他们大多数人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，觉得大不了找天然兜底，只要道个歉，他还不是像狗一样爬过来了。但也有一些放弃了幻想的人，比如徐诗雅、戴月安、赵冰莹、张元这几个在国外生活过的女孩，从未有过幻想，尤其是张元，韩国的环境就不可能让她生出幻想，所以她一直在暗戳戳鼓动刘淼淼和天然接触，早点道歉，早点合作。被天然打针总比挨饿受冻要好得多，最关键的是水。他也是第一个看清天然的人，特别像韩国男人，道德绑架不了一点。你玩魔法他就和你魔法对轰，你打骂污蔑他就和你玩石头剪刀布，一直出石头，直到你道歉为止。刘淼淼死死盯着薇薇安，随后挤出一个微笑道：薇薇安真是一个善良的人呐，既然你这么好，不如去找火源回来呗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感谢你的。对啊对啊，其他人纷纷附和。薇薇安看向洞外的暴雨和狂风，都把洞内的臭味吹没了，这么大的雨找回来也熄灭了。等雨停了你再去呗。刘淼淼用强硬的语气道，他不允许任何人争夺他的话语权和权利，谁敢谁就挨欺负。雨渐渐停下来，可乌云依旧遮蔽星月，风也更冷了。洞穴外传来脚步声，高巧拿着火源走进来，他脚步有些虚浮，脸上却浮现着健康的红润。巧儿姐真厉害。刘淼淼跳起来跑到他面前，一把抢走火源，命令别人生火。高巧坐在火堆旁柔声道，刚才我趁着天然心情好，提出了2笔交易，以后我们用浆果和木柴换取肉食，如果能达成合作，他允许我们跟着他一起去打水。刘淼淼还在思考如何拒绝这一笔交易，他想把他们推入绝境中，好拿捏他们。周薇亚率先开口道，30根树枝换1只羊，不能再多了，姐妹们收集树枝很累的，拒绝男性压迫。对啊，姐妹。刘淼淼一拍大腿道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谈判，我觉得30根树枝都多了，20根吧，必须是细树枝，他打个猎能费多大劲呀，可不能让姐妹们吃亏。高巧儿眼睛瞪得滚圆，气得奶子快速起伏，你们听听，你们说的是人话吗？打猎玩命的活到你们嘴里就轻松，20根细树枝就想换1只羊，你们当他脑子被驴踢了是吧？刘淼淼眯着眼睛问，高巧儿，你该不会是被他弄爽了，所以联合他一起来压迫姐妹们吧？就是他女儿都没带回来，指定在天然那享福呢。集美们联合起来反抗压迫。高巧苦笑着摇头，慢慢走到角落中坐下，愤怒地瞪着他们，内心咒骂：一群贱人，占不到便宜就像吃了多大的亏一样，
我倒要看看是救援队先来救你们，还是你们先饿死、渴死、冻死。高巧是他们中最不慌的人，他自以为已经完成了2头下注。在救援队来之前，让女儿待在天然身边，自己偶尔过去混吃混喝，保着一条小命。救援队来之后，带着女儿一起走。至于天然，他管不了那么多，也不想管。为了讨好刘淼淼，他才哀求天然进行交易。谁知道刘淼淼却只想把他们往火坑里推，还有一群傻夫支持他。不仅是高巧看出刘淼淼的歹毒，张元、赵冰莹、刘启兰也看出来了，可他们不敢说，生怕救援队来了，刘淼淼不带他们一起走。刘淼淼发现自己的权力未被动摇，内心大喜道：周薇亚妹妹，明天你就带着他们所有人去和天然谈判施压，不成功就威胁他捡走所有的枯枝，让他没有树枝烧火。是。至于你，刘淼淼盯着高巧道，看在你为团队出力的份上，我就饶你一次，再有下一次，你不把女儿带回来，就滚出我的队伍。高巧马上低头道：是，多谢淼淼姐宽容大量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肯定多为姐妹们着想。这才对嘛。刘淼淼看穿了高巧2头下注的想法，可想到高巧是聪明人，也不想和他撕破脸。火堆慢慢烧起来，女人们围坐在火边烤自己的衣服，听着刘淼淼发号施令，安排明天的工作，并且下令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和天然私下接触。第一次发现断食断水1天作为惩罚，第2次发现逐出队伍，并且鼓励大家相互举报，谁要是能举报1次，获得3人的食物和水，晋升为小组长。这一晚刘淼淼睡得很香甜，他要求其他人脱下衣服给他当床垫，还手脚了1瓶烈酒喝了几口。次日清晨，周薇亚带着队伍来到天然的山洞口，没见过的人都惊呆了。洗干净的羊皮被烤干后铺在干草上，高调锅中烧着水，大胶盆已经放了很多热水，看样子是准备洗澡。砂锅里炖着羊肉，篝火堆旁烤着蛇肉。高乐之趴在羊皮上，看着远处的小羊在吃草。羊皮是天然一大早起来洗的，他现在睡得早，起得也早。他们馋得不停吞咽口水，有人羡慕到哭泣。天然嘴里叼着一根烤干后的香烟道：300根粗枯枝换1条羊前腿，不支持分期欠款，现货现结。他伸手指了指干净石桌上的羊前腿。周薇亚上前一步道：20根细树枝换1只羊，你不换就是压迫女性，欺负弱小。天然猛地抬起头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，可一想到说这话的是女人，瞬间就觉得合理了。滚！天然把烤到金黄的蛇肉翻了一个面，撒上盐、胡椒粉等调味料，更香了。女人们大多都在抹口水，脑子里都在想之前吃的是什么臭屎啊，那些浆果大多都是酸的，吃完之后肚子还胀得难受。周薇亚声音提高3度：你要是不同意交易，我们就捡走所有树枝，让你没树枝生活。你不能压迫女性，你必须同意啊！他对着天然发动死亡尖笑，震得天然耳朵疼。天然则一脸淡定地说道：加油，最好把岛上的树全部砍光，我看好你们哦。滚！再不滚就给你们一刀。早晚有一天你会求我们的，我们走着瞧。周薇亚带着他们离开。天然暗骂一句傻福，转头看着趴在自己后背上病殃殃的高乐之。天然哥哥，妈妈怎么走了呀？出去给你找出路了，乐之要乖乖的，不能乱跑。他转头亲在高乐之粉嫩的脸蛋上，还有点烫。高乐之长得很漂亮，还很可爱，虽然只有1.49米，但继承了母亲的美女基因，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美人了。明明是小笼包的身材，却有3、6臂，一双美腿雪白修长，粉嫩的小脚丫肉乎乎的。妈妈说了，让我听天然哥哥的话，天然哥哥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他笑着亲吻在天然的脸蛋上，看着他纯真的微笑，天然都有点心动了，心里想着，待你长发及腰，我就让你当妈妈。天然心想，哦，你已经长发及腰了呀，那就准备当妈妈吧。高巧穿着一件很漂亮的白色洋装，昨天晚上走之前还留下2件特别好看的旗袍。天然轻轻捏了一下他小鼻子道：等会洗完澡，先吃饭再吃药，睡之前要记得添加木柴，给小羊加草。好。高乐之贴在他耳边问：天然哥哥，你昨天晚上和妈妈在干什么？妈妈叫的好开心呀，是什么新游戏吗？乐之和天然哥哥一起玩好不好？啊，你昨晚没睡啊？睡了，但是妈妈声音太大，把我吵醒了。我看到妈妈很开心，也不敢打搅你们做游戏。高乐之撅着小嘴，粉嫩的脸蛋上写满了羡慕。当然可以。天然感觉自己的嘴巴有点干，等会洗澡的时候，哥哥就陪你玩一会。谢谢天然哥哥。高乐之又狠狠亲了他一下。天然哥哥，你等会是不是要出去？我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。我出去不是玩，我要探查这座岛，还要打猎，收集食物。我陪你一起吗？好不好吗？乐之在他身上蹭来蹭去，不断用小脸磨蹭他的脸蛋撒娇。不行。行，天然哥哥快说行。天然咳嗽2声问：你妈妈有没有说过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会用铜头皮带把你抽得像陀螺般旋转。我不去了。乐之撅着小嘴，和天然一起走到桌子前吃饭。天然不停嘱咐他多吃点，偶尔帮他擦掉嘴唇上的油渍。当高巧把女儿塞给他时，他就猜到了高巧2头下注。既然你2头下注，还把女儿送到我嘴边，我不偷吃几口萝莉，就真对不起你的新年子了。吃完饭后，天然又帮他清洗身体，先让他自己测一下水温，然后洗头，冲掉泡沫。来，自己坐进去。乐之坐进大胶盆内，不断把温热的水泼到雪嫩的肌肤上，好舒服呀。天然哥哥帮我搓背，我够不到。行。
天然蹲在他身后帮他搓背，粗劣的手指划过娇嫩的血肌，没有搓下灰尘，力道也减弱几分。疼不疼？疼的话就说一声，不疼就是感觉身体有点热，很舒服。乐之仰头看着他，齐刘海被打湿后粘在了雪白的额头上，面颊微红，和妈妈给我搓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天然哥哥更舒服一些，身体热热的。呀，天然哥哥，前面我已经洗干净，不用再搓了。天然低下头贴在他耳边道：“天然哥哥给你按摩，难道不舒服吗？”乐之点头道：“很舒服哦。”变态大哥哥终于露出本来面目了，嘻嘻。天然一愣，刚想缩回双手，却被乐之摁住手掌道：“继续按摩吧，大哥哥。乐之不讨厌大哥哥吃我的豆腐哦。”看着乐之小恶魔般的坏笑，天然才知道自己被耍了。他根本不是表面那个懵懂无知的可爱小萝莉，他什么都懂，而且胆子大的要死。我真是个笨蛋，这小妞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啊？又不是我小时候信息化无比落后，现在互联网都普及多少年了？就算是小屁孩，拿着一个手机，一天接收的信息比老年人一年接收的都多。好舒服呀！乐之伸了一个懒腰道，还是当坏女孩更舒服，天天装小姑娘真是太累了。天然低头亲吻在他的脸蛋上问：“你都懂呀？不早说，你又没问人家。”乐之仰起头看着天然，坏笑着撅起小嘴，微微张开嫩唇，缓慢伸出香舌。天然低头咬住，吮吃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二人才分开。乐之不停喘着粗气，脸蛋红扑扑的。天然刮了一下他的小鼻子问：“你是笨蛋吗？居然连呼吸都忘记了？”因为是第一次呀，虽然知道男欢女爱是什么情况，但没有一点经验了。坏哥哥，乐之好吃吗？他微眯着眼睛，笑容得意的像只骄傲的小猫。真好吃啊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。你之前吃奶了？天然蹙着眉问。乐之马上摇头，慢慢站起身，把自己最后的防线送到天然面前道：“这里也吃一下好吗？”天然用行动回答了他。天然很轻松的爬到山顶，看到戴月安站在悬崖边，不停的低头往下看。这个高度可以轻易摔死你，就算有树枝挡着你也活不了。天然取出望远镜，看向远方，大概3公里之外，有一道巨大的山脊横亘大地之上，数十条大小不一的水流奔涌下来，最大的那一条在南边，顺着山脊边缘流下来。可要是绕过去，从山脊两侧爬上去，无论是南边还是北边，都要走至少50公里的路。在呈90度的山脊崖壁之上，大量岩羊在上面舔盐。你个混蛋！戴玉安双手握拳，气得发抖。天然放下单筒望远镜问：“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？如果是我用尿救了你，你会感谢我吗？我还会当众跪下给你磕头，并且给你一大笔钱。”天然继续观察周围的地势，最终锁定在更北边的大片平原上。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距。扯淡，谁不会啊？你又没经历过。戴月安动摇了，他只是打拳，不是脑子有问题，知道天然说的是实话。在所有的打拳选手中，有一小撮人很坏，他们通过打拳带货来赚钱。戴月安就是这一小撮很坏的人，只要把任何东西和女性独立联系在一起，总有傻缺付钱。因此，戴月安赚了不少钱，过得很不错，打多了也习惯性拳法起手。天然耸耸肩，没有继续和他聊，人是不会改变的，遇到蠢货远离就行了，现实会教他们做人。他在那片平原上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果林，果林外围的篱笆已经朽烂，大量食草动物在果林附近活跃。我操，这里真有人居住过！天然内心大喜，有人生活过，就意味着肯定会留下有用的东西。如果能找到房子，哪怕是废弃的，也比住在山洞里好。戴月安见天然转身欲走，马上叫住他道：“刘淼淼说，等私人救援队来了，不带你一起走。”哦，天然合上单筒望远镜，无所谓啊，等私人救援队能找到再说吧。说完，他把单筒望远镜递给戴月安，指向坠机地。戴月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飞机已经沉入大半，不仔细辨认，还以为是海浪呢。有时候我真想不明白，你们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？不为过冬做准备，整日抱着幻想等死。天然拿回自己的单筒望远镜，向山下走去。等一下，戴月安再次叫住天然，并且远离悬崖。我被孤立了。天然太阳穴鼓动几下，把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情想了一遍，还是没憋住笑了。这么快啊？我还以为至少能1周才开始孤立环节呢。今天早上刘淼淼没有给我分组，也不允许我烤火、吃东西、喝水。戴月安垂下头道：“我为之前的话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”天然哦了一声道：“我很喜欢陈平安的一句话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不给你，你不会自己找。当初可是你第一个把我赶过去的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，你到底怎么才能原谅我？”他歇斯底里的嘶吼一声，泪花在眼眶中摇曳。天然耸耸肩道：“我没有记恨过你，那种小事还不值得让我浪费脑细胞。那你为什么不肯帮我？”天然从口袋中摸出烤干的香烟，点燃一根道：“我不是不肯帮你，是不肯帮你们所有女人。根据基因学和生物行为学的解释，所有利他性本质都是利己。我帮一个人，是希望对方在我困难时帮我，所以我会去帮助那些有道德感的人，懂得感恩的人，因为对方会报恩，会回馈我。而你们这些女人既不会感恩，更没有道德。我有道德。”戴月安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，反驳型人格让他本能的反驳对自己不利的一切。赵冰莹呢？就因为他是明星，他身材可没有我好。他呀，那个疯子。天然呼出一口白烟道：“因为他是被我刺激的跳下去，如果我不管，法律会判我违法。”戴月安紧握双拳，气得全身发抖，
可还是强忍下怒火道：“刘苗苗以后肯定不会带我走，我会和你一起被留下来，我可以给你生孩子。”天然蹙着眉，指着他大笑道：“你还说你有道德？你居然想要生孩子？你到底有多恨你孩子，才能把他生在这种鬼地方？”他摇摇头，再次转身离开。戴月安快步走到天然面前，抬起双臂挡在他面前，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。他哭诉道：“只有你能帮我了，我不想死。”天然歪着头问：“你到底要干嘛？给我一点吃的，还有水，我快饿死了，还很渴。”他跪在天然面前，抱住他的双腿道：“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之前你肯定很爽对吧？我可以再让你爽一爽。”说着，他慢慢解开天然的衣服。当天然的裤子掉下去后，他瞪大眼睛死死盯着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天然该不会是什么牛精、马精吧？这也太畜生了。之后便兴奋的像狗一样开始吃了起来。他强忍着难受慢慢吃下去，脑袋小幅度摆动。有这么难受吗？一直翻着白眼。天然摁住他的头顶冷笑道：“我来帮帮你，别指望我会温柔。”我靠，你不会还是第一次吧？放轻松点，进不去了。他们都没注意到，在天然身后的一块大石头后面，张元探出半个脑袋，死死盯着这一幕。天然留下一瓶水和大概2斤的烤羊肉，冷声道：“现货现结，之后两不相欠，别来纠缠我。”戴月安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点头，原本柔润的红发粘在脸上，也没有心思打理，内心却怨毒的咒骂道：“嗓子疼死了，你很爽吧？等我回国后诬告你强奸，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。”戴月安从不感谢天然，只认为自己在委曲求全，并发誓报复天然。躲在远处的张元不停地吞咽口水，馋的眼睛都凸出来了。人很难拒绝蛋白质的诱惑，尤其是在挨饿很久之后，他们已经快40个小时没吃过饱饭了。之前的野果数量贼少，根本不顶饿，甚至还有开胃效果。再加上他们都很注重身材管理，体内糖原早已消耗殆尽，脂肪也少得可怜。别说烤羊肉，就算是生羊肉，他们都能抱着啃。在天然的背影消失后，张元慢慢后退，悄悄离开了山顶，并且在内心下定了出走的决心。但他不是那种冲动上头的人，打算回去先问问有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走，再去观察一下天然是否接受他。吃饱喝足后，戴月安看着手中仅剩1/3的水和羊肉，崩溃的大喊起来，像个疯子一样嘶吼。他哭自己居然能这么便宜，一块肉，一点水，就能让他和最讨厌的臭男人做一些令他作呕的事。他的思绪不自觉飘远，想到了曾经打拳做网红。刚进入社会，他就嫌弃工作太累，赚钱太慢，一开始发美妆视频，发现根本没多少关注，后来就开始打拳。第1个月就赚了40多万，然后马上负债几百万买法拉利，就算是大款约他都嫌对方肥胖油腻，给不了情绪价值。他低头看了看双手，现在为了一瓶水和一块烤羊肉，嗓子疼得说不出话，还觉得天然人不错，至少愿意给他一条活路。泪水顺着那张保养极好的脸蛋滑落下去，口中一遍遍咒骂自己就是个贱货、蠢猪，并且埋怨这个世界为什么对他这么残忍。现在打拳都打不过那些更极端的，收入越来越少，负债越来越多。前段时间开店还被坑了30多万，这一次出来旅游就是想躲债，却倒霉的遇到飞机失事，顿感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恶意。他无助的像个男人一样。戴月安擦掉眼泪，把矿泉水和剩下的烤肉藏在奢侈品包包中，开始思考如何获取更多生存资源。除了把身体摆上货架，就只能去冒险玩命。资源极度紧缺的情况下，天然为了食物需要满山跑，还要面对危险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去寻找食物，至少要去拼一把，去水源地取水。戴月安先去小溪取水，刚过去就发现因为下大雨，小溪变宽，很多食草动物在小溪边饮水，然后一头野山羊被鳄鱼叔叔拖到了水里，来了一套死亡翻滚。他怂了，只能灰溜溜跑到天然的洞口等着他去取水的时候跟着。刚走到洞口，戴月安的鼻尖抽动2下，闻到了沐浴露的香味，伸头向里看，只看到大胶盆旁边摆着一瓶沐浴露和一瓶洗头膏。这种平日里无比寻常的东西，如今却让他再次心生出偷窃的想法，恨得他又给了自己一巴掌。不能偷，绝对不能偷，再和之前一样不要脸，天然肯定连鸡都不给我吃了。他继续安静地坐在洞口吹着冷风。天然确定了一条路线之后就回来了，天要下雨，他也没有雨伞之类的避雨装备，万一淋一场大雨生病了，指望谁来照顾自己？刚走到洞口，天然就看到了发呆的戴月安，不禁蹙眉道：“交易已经结束，我不欠你什么。”戴月安站起身道：“我想和你一起去取水，那里有鳄鱼。我又不缺水，昨天下雨的时候你们在干嘛？洗澡？溜。”他苦笑着摇头道：“有鳄鱼整死他不就行了？打不过我又不是男人，那条鳄鱼至少7、8米。别瞎扯淡，这里靠近寒带，最大的密西西比鳄鱼也就6.1米。”天然推着水果和大量木柴走进洞穴内，戴月安跟在他身后道：“可能是我看错了，但你就不能帮我一下吗？我又没这个义务，凭什么帮你？”天然又翻了一个白眼：“你都进我嘴巴2次了。”戴月安委屈到嘴唇颤抖，眼中有泪花闪烁。哦，天然蹲在篝火前，添加一些木柴，埋头吹2口，火苗蹭一下窜起来。他起身走到床边，把几个成熟的黄梨放在床上，拿起一个啃了一口。高乐之抱着一个梨啃着，笑得很甜，真好吃。戴月安深呼吸几口道：“你帮帮我，对你也有好处，我活着，你也能更好的享受不是吗？”天然转头看着他道：“我不信。”哈，你还没发现问题的关键吗？
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。你所说的一切，描绘的再好，我也不相信。天然自顾自开始做饭，现在差不多是中午12点半，他有点饿了。为什么没有信任了？戴月安继续在身后追问。天然耸耸肩道：因为男女矛盾呗，还能是因为什么？你们打破了所有共识，该不会又想版本回滚吧？别做梦了，共识一旦被打破，就彻底没了，需要重建。我们就不能暂时放下男女矛盾吗？天然一脸震惊地看着他问。刚上岛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？你觉得男女矛盾是什么很小的问题吗？知道特朗普吗？知道。他在第2次选举的时候，通过骂无害爱猫女获得了红脖子、黑人男性、硅谷精英、美国中产，甚至是美国母亲们的支持。阶级矛盾、种族矛盾都被男女矛盾打得联合在了一起。天然把烧好热水的锅取下来，把砂锅挂上去，放入羊肉开始炖，又从口袋中掏出5个洗干净的土豆放在篝火堆旁边烤熟。在海边废弃的果林附近，他还找到了一小片土豆田，准确来说不是田，而是肆意生长蔓延过来的。你什么时候取水？我短期内不打算取水，但你说的那条鳄鱼我很感兴趣。天然站起身，伸了一个懒腰，道：又有食物了，我的洞穴缺少一个强大肉食动物的脑袋作为装饰。天然走出洞穴，提着刀寻找树枝，制作一些木枪。今天比昨天更冷了，他需要储存更多肉食，熬过寒冷的冬天。这个冬天，他估计自己至少要养着高乐之和高桥2个人。最关键的是赚取点数，购买末日生存指南，从而学会制作陷阱等生存技巧。不多时，天然提着2根木墙走回来，背后还绑着一根笔直的木棍，他的尖端绑着一把长10公分左右的短刀。我听说鳄鱼皮可以防子弹，你想用这些东西干掉那条鳄鱼？戴月安蹙着眉问。天然把它们放在地上问：你知道人类在猿人时期灭绝了多少物种吗？戴月安摇摇头。天然呼出一口气道：远古时期因为人类活动，非洲物种灭绝了 21%， 南美 83%， 北美 72%， 澳大利亚 88%。 哦对了，还有尼安德特人。男人被吃了，女人被用来繁衍，只要没被偷袭，我有自信灭绝掉这个小岛上的任何一种动植物。天然把烤土豆翻个面，烤得差不多后就盖上草木灰，在上面铺满炭火。如果没有救援队过来，你会吃了我们吗？戴月安轻咬下唇，语气都变怂了。我还没弱到吃人。天然开始烤蛇肉，这玩意不能炖，太浪费调味料。戴月安靠近篝火堆烤火问：我也可以猎杀那些动物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试试不就行了？天然转头道：乐之，别玩羊了，吃饭。高乐之跑过来，蹲在天然身边，接过他递来的烤土豆，放在一个破铁皮上，慢慢剥下皮问：大姐姐不吃吗？你可以把你的那份给他，然后自己挨饿。天然语气冰冷道：如果你喜欢把我给你的生存资源送人，我就对你施行配给制，每天只给你定量食物。高乐之马上低下头，默默吃着烤土豆，再也不说分享的话了。天然吹凉烤土豆咬了一口，烫得不断哈气，长时间没有进食碳水，让他感觉烤土豆前所未有的好吃。戴月安刚吃饱不饿，可是在洞外等待天然打水的取水队都摁着肚子，口水不断流出来。天然，难道你就没想过和我们合作，然后大家一起分猎物吗？我们可以少分点。戴月安给出提议，但他的目的是抢夺话语权，引入天然的力量帮他夺取话语权。想过，然后给了自己一巴掌。